我叫林薇，通过社招进入公司，背景不详，性格沉闷，是个可以随意被欺负、孤立，甚至工作成果可以被夺走的实习生。你给我滚出去！但实际上，我是公司创始人林振廷的独生女，进公司只是为了揪出公司的毒瘤和蛀虫。张强就是那个毒瘤，现在他有多嚣张，等我宣布裁员名单时，他就会有多后悔。新人，这是你的工位。我要求换工位。什么？换工位？你一个实习生还敢提要求？知不知道规矩？什么规矩？新人要从最差的位置做起，听从老员工的调教，不得有意见。就算我让你跪下来，舔干净你的鞋面，你也得乖乖照做，懂吗？你这是职场霸凌，谁规定的？你算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说话？贱人，你找死！来人，给我按住他！让你躲！蠢货，你替他搞什么？我是被他扯过来的。给我用力，把他给我按住！哎呦！你要是再敢躲，我就让你滚出公司！这事儿你说了不算，在这儿就是我说了算！上班时间闹什么？张经理，这新人动手打人！新人打老员工，你胆子不小啊！张经理，是他先动的手。我教你规矩，你却不服管教，甚至出言不逊，还动手打人，大家都可以作证。对，刘助理只是在教他规矩，他不服管教，还打人。对，我可以作证。我没有，你们可以查监控。这是你爸开的公司，你想怎样就怎样。我告诉你，进来这儿就得守这儿的规矩，否则趁早滚蛋！这里的规矩就是霸凌新员工吗？公司的领导知道你们这样对待新员工吗？哼，你听好了，我就是这儿的天，你再忤逆我试试！他们沆瀣一气，销售部早就被张强把控住，他敢说自己是天，可见这里他一手遮天了，里面肯定藏着更多不公平的事，还没有查到更多证据，现在我不能离开。小贱人，你刚才不是很厉害吗？现在厉害给我看啊！这2巴掌抵消刚才那一脚，你再多打1巴掌，我们就鱼死网破，谁都别想好过。行了，散了，工作。贱人，等着吧，以后我会让你生不如死。好啊，我等着，你们今天所有的嚣张，都会变成霸凌的铁证。宝贝女儿，你的脸怎么了？谁打你了？爸，我的脸是被公司的刘依依打的。她一个销售助理敢打你？他说公司是他说了算，我一个新人就得从最差的位置做起，要听从老员工的调教，甚至就算让我跪下来舔干净他的鞋面，我也得乖乖照做。荒唐！他一个销售助理竟然猖狂到这个地步！他敢这么放肆，是因为背后有销售经理张强撑腰。张强说他是销售部的天。我知道公司内部有问题，一直觉得只要不影响大局，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想到这么严重了，是该重振纲纪了。爸，现在还不是时候。那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把他们的底细全都挖出来。你有计划？我现在的人设是没背景的新员工，他们不会设防，我支付3个月，把他们的底细挖个底朝天，肃清公司风气。好，薇薇，爸把公司最高的权限交到你手中，你放手去做。
张经理，这是刘依依连续周往我工位上泼脏水的证据，您得处理一下吧。哼，多大点事儿啊，忍忍就过去了。新人嘛，不都是这么过来的？要是我不如人呢？你以为你能扳倒我？你知道这销售部是谁说了算吗？是我。公司上下从老板到员工，谁不给我长几分面子？就连林振廷林总见了我都得客客气气的叫一声张经理。我劝你安分点儿，要是连这点委屈都受不了，就别出来工作，在家当公主得了。我知道了。连我爸都要给他几分面子，看来这颗毒瘤比我想象的还要大。你说他什么时候滚？我赌1个月。那我赌半个月，他肯定撑不住滚蛋。行，赌一顿烤肉。成交。大家都领到糕点了吧？都领到了，今天蛋糕真不错，奶茶也好喝。真好。好像还有一个人没领，他那么牛逼，自己买啊！他跑到张经理那里告依依霸凌，他敢吃咱们的东西？要我说，他还有脸待下去？换我早滚了。这种贱人很快会滚蛋的。他们以为我在忍，其实我只是在等，等证据够硬，等名单够长。林卫，这是3年内没谈下来的烂尾客户资料，你分门别类做一份分析报告，下班前给我。整理这些陈年老党，没1周根本弄不完，还要做分析报告，这明摆着是刁难我。林薇，这些都是张经理特意为你找来的练手机会哦。好的，张经理。下班前要交哦。想刁难我，他们却不知道我有公司系统最高的权限，登录进去能查到系统里所有烂尾客户，筛选、导出、写脚本、清洗数据、去重、分类，也就一会儿的事。喂，整理的怎么样？哎呀，对不起，手滑了。我都说了手滑，你瞪什么瞪？林薇，你想烫死我吗？不是你自己手滑吗？还是说你故意弄坏我的键盘，不想让我完成报告？你少冤枉人！就算键盘没坏，你1天也绝对搞不定。你怎么知道我搞不定？这可是3年的烂尾客户1周的量，你少吹牛了。吹不吹牛，下班时不就知道了。不过现在键盘被你弄坏了，你也证明不了我是不是吹牛。张经理也怪不着我完不成工作。
想找借口，门儿都没有。下班前完成不了你就滚蛋！怎么样了？报告呢？这是你做的？是的，张经理。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他不可能做出来。你做不到的事，不代表别人做不到。就算光录入内容，也得花大把时间。你不可能这么快，肯定随便拿假数据糊弄的。你可以找纸质资料一一核对。你运气不错，哼。算你运气好。别急，你们的好运还在后头。张经理，林薇这小贱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做出报告，不会是有人暗中帮她吧？谁不知道他得罪了你？谁敢帮他？可他怎么能那么快？这也太邪门了！说的也是，除非他能直接调系统里的资料。他不会是黑了公司系统吧？查，要真是这样，他死定了。林薇，这个给你吃。进公司这么久，头一回在这个办公室里感受到一点善意。黑暗的深海里，哪怕只有一缕光，也足以让人记住前行的方向。你好，我是林薇。你好，我是蓝海科技秦彻，收到了你的计划书，很感兴趣，想谈谈合作。秦先生，您说蓝海科技是我整理烂尾客户资料时发现的，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前景不错，可因为张强做的计划太烂了，才没谈成。我花了2天重做了一份计划书，把它争取回来了。好的，秦总，周3见。张经理，林薇在联系蓝海科技谈合作，约了周3见面。蓝海科技？对，肯定是从你让他整理烂尾资料里翻出来的。这小贱人想抢功呢！想从我嘴里抢肉，他算什么东西？张经理，这个单子要是拿下来，业绩……以前蓝海科技的项目是我经手的，他想截胡，做梦去吧！上次警告的话，他是没听进去，就让他亲身体会，才长记性。哼！小林，晚上我要见个客户，张经理让我带你熟悉一下应酬的流程。好，我需要准备什么资料？我都准备好了，你人出席就行了。好。周总，这杯我敬您，感谢您赏脸。王老弟，这位是？瞧我这脑子，我都忘介绍。周总，这位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员工，叫林薇。林薇，快敬周总，周总可是咱们的大客户。抱歉，我不会喝酒。林薇，周总是大客户，这杯酒你要是不喝，单子就黄了，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那就喝一杯。周总，这杯我敬你。
这么高贵，摸一下都不行，还想不想签约？周总，新人不懂事儿，我说说他。林薇，什么意思？你这是要搅黄合作？王成，我不是你换订单的筹码。行，没诚意是吧？那就别合作了。林薇，这个订单的损失全算你头上。说，蓝海科技的单子怎么回事？这个单子没丢，我重新跟进了，客户有意向签约。这个客户从现在开始由我亲自接手，你不用管了。为什么？这是我的客户。你一个新人会谈什么合作？王成带着你，到手的单子都能弄砸。王成那个单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别废话，把你的方案和所有资料都交接给我，这是命令。我知道了。既然你这么想要，那我就删除核心数据，给你一个惊喜。蓝海科技是个饵，钓的就是张强，看他还藏着多少下作的手段。这次的方案我们很满意，可以签合约。感谢秦总的认可，您真有眼光。准备签合约。按合约，在签订后，你们要向我们提供核心数据。那是当然。秦总，核心数据对不上。张经理，你们提供的核心数据怎么回事？为什么跟合约上对不上？怎么会对不上？不可能啊！你自己看，合约上白纸黑字写着的，可你们提供的实际数据跟合约完全对不上。秦总，是我们的疏忽，我们马上改，马上改。林小姐呢？这份计划书是她经手，签约现场不应该在场吗？秦总，林薇有事脱不开身，所以没来，我这就找她来解决。去，把林薇叫进来。张经理，你找我？林薇啊，数据出了点小问题，你处理一下。张经理，既然这个项目你接手了，我就不掺和了吧。改个数据而已，哪有那么多讲究？我是个新人，得守规矩，不能插手上司的订单，这是您定的规矩。刘依依，你来改，快点啊！怎么回事？怎么变成这样了？张经理，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你不会改乱改什么？是你让我改的。我给你们10分钟，如果10分钟后还没改好，你们就准备赔偿2倍的违约金。林薇，你来改。张经理，刘助理都不行，我一个新生又怎么能比得过老员工呢？林薇，别给脸不要脸啊 ！You can you are， 我就是不干。秦总，有话好说嘛。你拿不出数据，怎么好好说？您这边通融一下时间，我保证数据在今天之内一定给您发过去。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今天下班前你拿出数据，合作继续，否则就等着赔偿吧。谁能搞定这个合约上的数据，这个月奖金翻倍。小李，你是老员工，以你的实力搞定他不难吧？张经理，我没见过这种架构的算法，根本不知怎么下手。小赵，
你是上个月的销售冠军，这种数据对你来说是小问题。张经理，我也没见过这种架构，它跟我们平时做的数据不在一个等级上啊。你们一个个平时不是挺能的吗？关键时刻全他妈怂了。黄成你呢？张经理，这种打法我以前没接触过，主要我也不知道它的底层逻辑，不知道怎么纠正。废物！你们一个个都是废物！公司养你们有什么用？张强，想凭你手中的酒囊饭袋看懂我的顾家，真是异想天开。你该为抢单付出代价了。林威，这数据是你做的，你要是不处理好，我们谁也承担不起。张经理，这订单不是你亲手签下的吗？承担损失的也是你，跟我有什么关系？计划书是你做的，数据也是你做的，怎么就没有关系？是你说的，我一个新人负不起责任，硬是把订单从我手中抢走。可签合约你也不核对数据，出了事又想把责任推到我头上，老员工甩锅给新员工也是公司的规矩吗？林威，现在是说这些时候吗？你知不知道这个订单关系着我们部门这个月的 KPI？ 你是拿大家的饭碗开玩笑。部门的 KP 要一个新人来扛，是张经理疯了还是公司疯了？你林威，不要给我闹情绪，赶紧把数据改了。张经理手下的骨干老员工都做不到，我一个坐在厕所边的新人哪来本事？林威，你一定要跟我唱反调吗？如果你一意孤行，耽误了公司和蓝海科技合作的推进，就给我卷铺盖滚蛋！王总助，你有什么指示？王总助，您放心，蓝海科技的事儿我一定妥善解决。因为只要你把这次的订单搞定了，你可以提前转正。现在给你2个小时改数据，2个小时后我要看到正确的数据，赶紧的。张强，我要让你把抢下属业绩的证据递到我手上，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拿到刘依依霸凌的证据。林威啊，你的工位挪回到办公区中心了，以后就跟大家一起办公了。现在不需要我遵守规矩了。误会，以前以为你是那种又难管又拽到不行的新人。林威，你是不知道，现在的新人跟个大爷似的，又懒又饿。你来之前招了好几个，部门被弄得乌烟瘴气，简直苦不堪言，后面才有了所谓的规矩，所以并不是针对你。林威，既然误会解除了，你现在赶紧把数据改改吧。以前的事儿我向你道歉，你就别放在心上了。以后我们共同为部门的业绩一起努力，好吗？不好。林威，我一个经理助理都向你道歉了，你要换的工位也换了，而且搞定这次的合作，你也能提前转正，你还想怎么着？你的道歉很值钱吗？林威，别给脸不要！林威，同事之间有小矛盾很正常。是啊，所谓不打不相识嘛，以后你就是销售部真正的一员了。就是每个人到新公司都有磨合期，你全当以前的事儿是磨合，你只要搞定这个合约，不仅有奖金拿，还能提前转正，这是多好的事儿啊！我没觉得很好。林威，别仗着有点能耐在这摆谱，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赶紧把数据改了。我不是在摆谱，我只是知道
你现在跟我道歉，给我换工位，不过是因为我能挽回蓝海科技的损失，替你们解决那笔赔偿。一旦你们的麻烦解决了，你们会第一时间把我赶出公司。就算不赶，也会拿你们那套规矩继续整我、刁难我，说不定手段比以前更狠。你放心，以后绝对不会再有人为难你了。我以我的身份向你保证。你的保证跟放屁差不多。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要是想拿数据的事儿威胁我，门儿都没有。我只是想维护自己的权益罢了。公司连这点权益都不能给员工，那谁还肯给公司卖命？我做的计划书，我拿下的订单，被人硬生生抢走了。我现在连自己的成果都保不住，凭什么替你们卖力？你到底想要什么？我想要的东西，你给不了。找个在公司能做主的人来跟我谈吧。你给我等着！你们越急，我拿到证据的机会就越大。刘依依、张强，等着吧，你们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林威，说吧，你到底要什么才肯改出去？张经理，你确定你能做得了主？销售部的事我做不了主，谁还能做主？哦，我都忘了，您是销售部的天吗？少废话，说出你的条件。第一，我要你全公司通报刘依依霸凌我的事实。林威，你和刘依依的事儿是小事儿，没必要闹得人尽皆知，让咱们部门成为全公司的笑柄。有什么问题内部解决不行吗？非得捅到明面上？我被打，被泼脏水，被孤立，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种伤害让我没法安心去改数据。林威，你别太过分！我刚才已经跟你道过歉了，你就是不放有意思吗？你扇我耳光，往我工位上泼污水，联合同事孤立我，还跟王成打赌我什么时候滚蛋。你做这些的时候，怎么不说过分？我道歉了。一个道歉抹不掉我受的伤害。那你就受着，我不同意你提的要求。张经理，你也不同意。张强如果不答应，就得背上近千万的赔偿。他怎么会算不清这笔账？推出刘依依跟赔偿1000万，哪个更划算？林威，通报可以罚，但只罚咱们部门内部的群。如果是部门内部通报，那就不用谈了，你直接让我滚蛋吧。行，我答应你，全公司通报。张经理，这事儿是你惹出来的，你要是不出面解决，公司的损失你担得起吗？林威，我已经按你的要求做了，现在你该改数据了吧？刚才只说了一个条件，还有一个，这个条件你做到了，我立刻修改数据。快说！蓝海科技的订单还给我，业绩算我的，提成也归我。林威，别得寸进尺！张经理，我为自己被霸凌讨公道，拿回属于自己的单子，天经地义。怎么到你嘴里就变成得寸进尺了？林威，我没追究你抢上司的客户已经是网开一面了，你现在还敢口出狂言，说蓝海科技是你的，这事儿要传出去，谁还敢用一个抢上司客户的员工？张经理，最先接触蓝海科技的确实是你，但你没谈成合作，把人家丢进了烂尾客户档案里，这不就等于你不要这个客户了吗？我整理档案的时候把它捡起来，帮公司保住了一个潜在客户。你不嘉奖我就算了，还给我扣罪名，黑也不能黑得这么明目张胆。我是蓝海科技的第一接触人，这是事实。你一个新人想骑到上司头上抢食吃，看来你挨的社会毒打还不够深呢。张经理的威胁我听懂了，既然谈不妥协，那数据就等着吧。林威这个贱人，敢拿蓝海科技的订单拿捏我，等这事儿解决了，我要他好看。秦总，张经理，数据搞出来了吗？快到下班时间了。秦总放心，
我一定把正确的数据在下班前给您发过去。行，我等着。张强，这才只是开始，你的好日子撑不了多久。李威，这样，蓝海的业绩分你一半，这总行了吧？不，我要的是全部。李威，你不要太过分，做人留一线才是生存之道。张经理，当初你打我一巴抢走蓝海订单的时候，也没见你留一线啊。李威，现在说现在的事儿，提前干什么？那现在我就一个条件，蓝海科技的业绩全部归我。张经理也别扯别的了。张强，你会同意的，因为你不敢把这事儿闹大，毕竟抢订单的人是你。行，我答应你。等蓝海科技这事儿解决了，我会让财务把业绩转到你的名下。先答应他，把数据拿到手，等算业绩的时候我不给他转，他能奈我何？张经理，那就签了这份业绩划分承诺书。李威，订单答应还给你已经是天大的让步了，你竟然要我签承诺书？张经理，口头答应做不得数，万一数据改好了，你翻脸不认人，我张强说话算话。你在我被霸凌时不制止，反而一起打压我，我敢信你吗？承诺书上白纸黑字写明了项目归属、业绩归属、责任划分，这是我的保障。有了这份保障，我才敢给你卖力，否则数据我不会改。林威，这一切都是你设的局吧？张经理太高看我了，订单是我逼你抢的。好，我签给你。林威，你现在得意，不代表你能一直得意。张经理，我从没得意，我只是一个想踏实工作的员工。半个小时内，你必须交出正确的数据，否则赔偿由你承担。你以为我只是要一份承诺书？不，我要的是你们亲笔签下的罪证。等到了清算那天，他们能够锤死你。秦总，数据已经更正了，发您邮箱。很抱歉，因为公司内部的一些事情给您造成困扰，不过现在处理好了，以后由我全程接手，有什么问题您直接找我，我会第一时间解决。林威这么快就解决了数据，难怪能成为第一个让张经理吃播的人。可不是嘛，我来公司这么久，就没见过有谁敢拿捏张强的，他真是这个。林威虽然有能力，但他没背景没人脉，强龙难压地头蛇啊。今天销售部的风波，董事长已经知道了，我过来传达一下他的意思。蓝海科技的合同数据错误，差点让公司损失近千万，董事长很生气，他明确交代，不允许任何人为了一己私利损害公司的利益，再有下次，严惩不贷。刘助理，你作为老员工，带头欺负新人，影响极其恶劣。经公司决定，扣除你当月全部奖金，并记过一次。张经理，你作为部门负责人，管理不善，纵容下属，扣除当月绩效奖金。是，我们接受处罚。希望你们能吸取教训，不要再出现类似问题。林威，你的能力公司看到了，好好努力。工作中遇到困难，张经理这边解决不了，可以找我。好的，谢谢王总助。买销售部要变天了，那咱们的供销是不是也有机会能出来？你也来冲咖啡。林威，你太厉害了！你是指蓝海的数据？不止那个，
还有你打张经理和刘助理的脸，简直又飒又爽。是他们逼我的，他们逼过的人不少，却没有一个人有你这样的勇气和能力扭转局面。你也被霸凌过。有事儿？就是觉得你好帅。林薇，维权要怎么做才能一次成功？我可没有加入孤立你的行列啊，我只是保持沉默。我也没有。面对作恶的人，低头就是助长他们作恶，但保持沉默是另一种助长。你说的维权是刚才提到的报销？是。他们克扣了你们多少报销款？自打我们进公司就没报下来过。可我们明明把单据都交上去了，刘依依就说拆料费包含在提成里。可入职的时候，人事明明上班时间，你们躲在这儿聊天偷懒，我扣你们工资。刘助理，我们才刚进来排队冲咖啡，你凭什么说我们偷懒？公司有规定员工上班不能冲咖啡吗？反了天了！你也敢跟我呛嘴儿了？是看我受了罚，不把老娘放眼里了是吧？刘依依，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刚通报完还敢再犯。林薇，你等着，你得意不了多久，后面我看你怎么死。他除了狗叫也不会别的，回去工作吧。账上明明显示报销款已经打了，李妮和汪平却说1分没达到。张强和刘依依是把他们的钱给吞了，真胆大包天。张强和刘依依自己的报销虚报了不少，还有财务陈列，每一笔办公采购都比市场价高出一大截。他们瓜分了同事们被克扣的报销款，自己还额外虚报，每年从公司贪走几十万。张强、刘依依、陈丽，你们这是把公司当成提款机了。张强的业绩全靠几个大客户撑着，可这几个客户的合作记录怎么看都不太对劲。张经理找我什么事？长信科技，我手头最大的客户，年订单额几千万，对方最近要上一个新项目，要求很高，我做了几版方案都被否了。思来想去，整个销售部也就你有这个能力，能做出让他们眼前一亮的计划书。长信是他最重要的客户，突然分给我，太反常了。事出反常必有妖，张强又在打什么坏主意？这个单子要是谈成了，业绩全算你的。你要是信不过我的口头承诺，我可以给你签书面承诺书。张经理太看得起我了。不是看得起，是实在没办法。这个订单对公司太重要了，我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拿下它，你就是金牌销售，之前那些不愉快一笔勾销。既然张经理都这么说了，那我就试试。这个单子从头到尾就是个坑，你跳得越深，摔得越惨。张强突然对我委以重任，反常及妖。不过，既然你敢给，我就敢接。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长信科技的档案里，除了简单介绍，连法人都没登记，是粗心遗漏，还是另有隐情？不错，比我想的还好。张经理满意就行。你直接联系长信科技的项目负责人李总，我跟他说过了，他会跟你对接。好。方案我很满意，合约我们带来了，张经理和林小姐看看，没问题的话，今天就敲定。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你看看。李总，这条数据跟合约正文对不上，还有违约责任这里，我觉得违约金应该改到3倍。违约金可以按你说的改，但这条数据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不，问题很大。我能做到什么程度，
自己心里有数。这条数据不改，我不敢签这份合约。只能调到这个点，否则再低，我们也不用签合约了。林威，李总已经让了一步，你也让一步，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张经理，我做不到，后果你承担吗？林威，都这个节骨眼了，不要搞事情。这个订单对公司有多重要，你知不知道？行，我让一步，就这个点。李总，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林威，你终于落入我的圈套了，等着吧，我要将你赶出公司，洗刷羞辱。李总您好。林小姐，你的数据还没出来吗？只剩2天了，如果2天内再不交付，可是要赔3倍违约金的。李总，放心，我会按时交付。能按时就最好，那就等你的好消息。林威，刚才长信那边来电催了，你的数据几时能搞出来啊？张经理，我已跟长信那边沟通好了的，一定按时交付。我告诉你，明天是年会，没有时间给你搞。今天你必须把数据做出来，否则明天年会上我会向上头汇报，让公司来处理你这次的赔偿。今天肯定不行的，还有很多数据都没。不行也得行。今天下班前我要看到数据，否则后果自负。不是很厉害吗？现在做不出来了，想不到你也有这么一天，活该！林威，我等着看你拿不出数据时被扫地出门的下场，还有3倍违约金，我看你拿什么赔？林威今天能做出来吗？谁知道呢？只是这可是几千万的大单啊！一个新人也敢啃这么大块骨头，现在好了，啃出事儿了吧？他就是自寻死路、自以为是的家伙。你的嘴这么臭，洗洗嘴里的粪。林威，你敢泼我！以后再听到你喷粪，不是泼了，而是拔了你的舌头。你狂不了多久，明天年会做不出数据，你就等着被开除吧。刘依依，明天开除的是你。林威，怎么样了？快了，马上就完事了。那就好，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够搞定，加油！我先下班了，不打扰你了。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你微信我。林威，数据还没做出来，还在弄。我看你也是弄不出来了，也别浪费公司的电了，下班吧。明天我会上报公司，你等着被处长开除吧。张经理，我都没放弃。你就在这儿给我判死刑了？你就这么希望我完不成？还是说，这从头到尾都是你设的一个局？你少胡说八道，自己做不出来还想赖到我头上。但时间还没到，你就在这下定论，不就是想坐实我完不成任务？行，我就看你明天能不能拿得出来。年会之前你要是还交不出来，那就别怪任何人。明天年会是时候掀起风暴。这次的数据会成为最完美的导火索。听说今晚的大奖可是30几万的车，你说会花落谁家？肯定是张经理啊！今年咱们部门的业绩全靠他了。哎，那不是林威吗？他怎么穿成那样？哼，他现在背负那么多赔偿款，哪有钱买衣服打扮？走，过去看好戏。林威，你也来了，我还以为你已经打包走人了呢。要走人，也是你先。林威，你搞清楚，赔偿8000万的可是你。一会儿张经理上台宣布开除你，让你赔偿时，看你怎么跪地求饶。想我跪地求饶，你也。你看看你，穿成这样就来参加公司的年会盛宴，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服务生呢。
简直是给咱销售部丢人。依依，人家马上要背几百万的债务，没钱买衣服是可以理解吗？对，林薇，恭喜你成为千万富翁啊！林薇，你没钱买礼服倒是说一声呀，买衣服的钱我们还是能借给你的，毕竟咱部门最看重脸面。你们穿的人模狗样，围在一起欺负同事，就是给部门长脸。脸面可不是靠外表装出来。你抢张经理的客户，签了合约又完不成数据，早就把部门的脸丢光了，还有脸在这大言不惭？你们在这闹哄哄的，像什么样子？张经理，我不过是劝林薇穿的得体一点，别给咱们部门招黑，他就在这大放瘸子教训我们。就是，长信的数据到现在还没弄出来，他哪来的自信啊？林薇，长信的数据没弄出来，还敢在这儿闹事，想被赶出去是不是？张经理，你这是又纵容下属霸凌了。林薇，别动不动就拿霸凌说事，大家可以作证，是你在这儿闹事；我可以作证，是他在故意闹事。依依可没碰你，就是劝你注意一下穿着，你不领情就算了，还牙尖嘴利的说些难听的话。林薇，你没完成长信的数据，不夹着尾巴做人，还敢在这儿闹事儿，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这什么眼神？不服气是吧？等着赔钱吧，看到时候你还服不服？请销售部经理上台。张强，这是你最后一次上台。这一年，我自认没给公司丢脸，但没想到部门新来的一个员工把这一切都搅乱了。这事儿我本不该在年会上提，但涉及到的赔偿金额太大了，我扛不住，只能在这儿说清楚。也请公司领导主持个公道，省得有人说我霸凌下属。我们部门来了个新员工，叫林薇，挺有个性的一个女孩，但野心太大，总想压别人一头。这不，她把我手里一个大客户给挖走了。挖走就挖走吧，可她签了合约，却没有契约精神，到现在数据都没交出来。现在人家要我们赔违约金8000万，销售部这一年的努力全白费了。最重要的是，这笔钱谁来担？8000万，这可不是小数目啊！林薇犯的错就该他担啊！可不是，他抢客户又完不成项目，这哪是请来的员工，简直是请的瘟神。林薇就是前阵子说被霸凌的那位吗？对，就是他。可按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到底是不是霸凌还两说。他没来前，咱公司哪有霸凌？他一来就出事儿，问题会不会在他身上？其实哪有什么霸凌，就是他仗着自己会两下子，在部门里作威作福，我都被打了几次，是被他踢飞到的那种，差点没命。天啊，他竟然殴打老员工，太过分了吧！原来是个练家子，难怪这么猖狂。这种人早就该开除了。对，而且赔偿也该他自己背。上次蓝海科技那个单子，他抢成功了，上头不知道内情，还对他刮目相看。我倒背了个霸凌的锅，张经理也被罚。要不是这次出了事，估计没人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太可恶了！赶他出公司，让他赔钱。对，赶他出去赔钱！赶出去！林薇，看你这回还怎么翻身？等着背债滚蛋吧！这件事关系重大，还请公司领导出面处理。既然张经理在年会说到这件事，那就由我来上台讲清楚。张经理，长信是你强加到我手上的，现在又倒打一耙说我挖你的客户，你到底想干什么？林薇，长信可是我多年的老客户，我怎么会给一个新人？你撒谎也不动动脑子。那就让大家来听听，究竟是谁在撒谎。长信科技，我手头最大的客户，年订单额几千万，对方最近要上一个新项目，要求很高，我做了几版方案都被否了。思来想去，整个销售部也就你有这个能力，能做出让他们眼前一亮的计划书。这个单子要是谈成了，业绩全算你的。你要是信不过我的口头承诺，我可以给你签书面承诺书。张经理太看得起我了。不是看得起，是实在没办法。
这个订单对公司太重要了，我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拿下它，你就是金牌销售，之前那些不愉快一笔勾销。这明明是硬塞客户，摆明了污蔑啊！该死的，他居然偷偷录音，太狡猾了。不过就算这样，他违约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林威，别的不说，就凭你接下了这单，就得按合约时交数据，做不到就别逞强。现在捅出这么大篓子，8000万的赔偿谁来扛？张经理，从昨天开始你就一口咬定我做不出来，上蹿下跳给我使绊子，你就这么盼着我违约？你少血口喷人，我就是着急，催促你加紧干完。可你到现在都没交出来，已经违约了8000万啊！谁跟你说我没完成？你撒谎，长信那边根本没收到你的数据，为了逃债，真是谎话连篇啊！你不信，可以问问李总。李总就在现场，我让他来揭穿你。李总，林威把数据发给你了吗？没有。林威，你的谎话被揭穿了，还有什么好狡辩的？李总，麻烦你现在打开邮箱看一眼，数据就在里面。你是刚才发的？是刚才发的，但时间还是今天，不算违约。不可能，你不可能做出正确的数据，一定是错的。昨天我没交数据，你说我做不出来，今天我交了，你又说我的数据是错的。张经理，你容不下我这个人，可以直说。可用害员工的方式损害公司利益，已经没资格坐这个位置。林威，你别胡说八道啊！我一直公事公办，巴不得这单做成，给部门多挣点业绩。不，你是在公报私仇。上次蓝海科技的订单你被公司处罚，你觉得我挑战了你作为销售部天的威严？在销售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不服从你，你就不让谁活。你越说越离谱了，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有病就去治，别在这儿发疯。我有证据。什么证据？长信这个订单从头到尾就是你设的陷阱，目的就是把我赶出公司，让我背上巨额赔偿。造谣是要受法律制裁的，正好常令李总在这儿，让他出来对质。李总只是个傀儡，长信科技真正的老板是你自己。你为了赚业绩提成，注册的空壳公司。这是真的假的？大反转啊！如果是真的，林威可真是太牛了，连这个都能查得出来。林威牛逼啊！刚来就能把销售部的老大的老底给掀了，销售部以后怕要变天了。墙头草，刚才你们还背后骂林威，说他活该赔偿几千万呢。林威，潘扰也得拿证据，你空口白牙就想给我扣这么大帽子，你别把大家当傻子。证据当然有。长信科技的法人其实是张强的小舅子，除了长信科技外，张强手中好几家大客户公司都是他注册的空壳公司。张强这几年所谓的业绩，大部分来自这几家公司，左手倒倒手，内部倒账，伪造业绩，骗取公司提成。不是的，这些都是你伪造的。伪造？你以为我只有这些吗？除了上述说的外，你还利用职权长期侵占员工的报销费，虚报招待费用、出差费。因为你拿个虚假的数据敢在这胡说八道。你要的证据我给了，是觉得我没有人证是吗？销售部的同事们，揣开费到现在没拿到1分钱的，站出来。林威，人证呢？你就是条疯狗，想攀咬我门儿都没有。我的出差费到现在没拿过1分，我也是，好几年的家用费几万块，1分没领过，还有我。你们胡说八道！张强，死到临头，你还不认罪？林威，
你一个新人，有什么资格在这审判我？谁说林薇没有资格？她是我林振廷的亲生女儿，也是我亲自聘请的公司组织优化顾问。什么？她是大小姐，还组织优化顾问？天啊！今年的年会太刺激了！董事长亲女儿在公司被霸凌。原来林薇是潜伏在咱们公司专门来出害的大小姐啊！张强、刘依依这帮人总算踢到铁板了。过去的3个月，为了彻底诊断公司的陈歌贵症，我秘密聘请了一位顶级的组织优化顾问。他曾任硅谷高层，这次以普通职员身份深入到我们公司。她就是林薇，也是我唯一的女儿。现在有请首席组织优化顾问 Echo 林薇小姐公布她的诊断结果。大家好，我是林薇。过去3个月，感谢大家的照顾。我今天不是以普通职员的身份，而是以首席组织优化顾问 Echo 林薇小姐的身份来宣布一份名单。张强，销售部经理，在职5年，通过空壳公司进行骗取公司高额提成，又利用职务便利打压员工，在销售部一手遮天，不仅侵占员工揣语费，还虚冒各种费用等，金额将近900万元。从今天起，他被公司开除了。我不服！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为公司流过血，出过力。张强，你所做的一切已经涉嫌职务侵占罪，我苏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法务部和审计部的同事就在后台，很快也会有警察同志来找你喝茶了。下一个裁员名单。新人要从最差的位置做起，听从老员工的调教，不得有意见。就算我让你跪下来舔干净我的鞋面，你也得乖乖照做，这就是规矩。这是职场霸凌，谁规定的？你算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说话？他什么时候滚？我赌1个月。半个月，他肯定撑不住。行，赌一顿烤肉。成交。刘依依，销售助理，入职2年，任职期间在公司胡作非为，上班工作时间闲聊、网购、化妆、造谣同事，损坏公司财产。除此之外，利用职务之便配合张强，侵占同事差旅费用，虚报各种费用报销，甚至将公司小额客户线索以每条500元至1000元不等的价格私下出售给网络公司。你这是伪造，侵犯我的隐私！伪造，所有电子证据都已在公证制录做了区块链存证，你如不服，可以随时提起诉讼，公司法务部会很乐意奉陪。刘依依，你的行为构成严重违纪及泄露商业秘密。现在我宣布，刘依依予以辞退，立即生效。你所有的电子账户权限将在5分钟内被冻结，请你在人事部同事的陪同下清理个人物品，离开公司。林薇，我一定会起诉你的！下一位，王成。周总，这杯我敬您，感谢您赏脸。王老弟，这位是？瞧我这脑子，我都忘介绍。周总，这位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员工，叫林薇。林薇，快敬周总，周总可是咱们的大客户。抱歉，我不会喝酒。林薇，周总是大客户，这杯酒你要是不喝，单子就黄了，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那就喝一杯。王成勾结张强，逼同事陪酒换合约。是张强，他为了抢蓝海科技的订单，逼我带你去陪酒。一旦你反抗，签约黄了，就让你用蓝海科技订单赔。就算如此，你也是帮凶。除此外，你还利用公司资源与工作时间处理私人业务，累计获利87000元。王成予以辞退。下一位。
下一位，财务主管孙佳。孙佳入职3年，表面恪尽职守，实则利用职务之便与张强、刘依依勾结，长期侵占员工报销款，虚报各类费用，并在每一笔虚假报销中抽取回扣。仅近3年，孙佳个人非法获利就超过40万元。他的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和财务造假。你血口喷人，这些都是你伪造的。伪造？你每一笔账都有系统日志。每一张发票都有原始凭证，法务部和审计部已经核实了3个月，你要不要现在就去跟他们当面对质？孙佳，予以辞退，立即生效。公司法务会配合公安机关追究你的法律责任。裁员名单到此结束，接下来是表彰环节。公司有蛀虫，但也有默默耕耘的好员工。在销售部，有人入职以来兢兢业业，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他不参与拉帮结派，不随波逐流。陈小宁，请你站起来。小宁，你每天最早到公司，最晚离开，你的报表从来不出错，你的客户满意度是部门最高的。经公司研究决定，任命陈小宁为销售部经理助理。即日起生效。从今天开始，公司里没有天，没有规矩，只有公平、公正、透明。3个月的蛰伏终于结束了。从今天起，林氏企业重新出发。从今天起，我正式接任销售部经理。大家同心合力，共创业绩高光。在我的管理下，销售部不会新人必须听老员工差遣的规矩，没有陪酒换订单的要求，杜绝一切不公平的法则。还有你们被张强、刘依依、孙家3人侵占的报销款、克扣的差旅费，我会重新核算，将报销款发还你们。林经理威武，我们一定好好干。几万块钱终于能拿回来了，谢谢林经理。小文，你跟大家核对好报销款金额，然后再跟财务核对好，务必不漏1分钱。具体金额小文会逐一核对，有异议的可以随时找我申诉。林董事长，什么风把您老吹来了？来看看销售部最近怎么样？风气整顿完了，也把张强克扣员工报销费整理出来，发放还给他们。报销款一定得发还给员工。也怪我这些年只顾着抓业绩，忽略了公司的管理。幸得你发现，否则真让张强一帮人把持了销售部。爸，发生这种事是公司管理模式出了问题。我知道，可是要动公司管理模式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里头涉及各股东利益。爸，只要公司管理模式一成不变，以后还会出现下一个张强。你有什么想法？改革，公司必须改革。你有方案了？方案有了大概的轮廓，不过我还得再了解一下公司其他情况，才能出更全面、更具体的改革方案。行，出来了，给我看看。我来主要是为了一件事，关于张强和刘依依、孙家的。这2人通过律师找我求情，表示愿意把贪的款项还回公司，希望我们可以撤销起诉。爸，他愿意把贪走的钱还回来，确实省了我们追讨。但是万一事后他拿我们撤诉做文章，负面影响可是无法估量的。你说的这点我考虑了，所以提了让他签订一份划分责任书。有了这个责任书，他不敢再兴风作浪。他们是老员工，赶尽杀绝未必是好事。既然爸心里有数，那就按您的意思办。行了，早点下班。张强、刘依依、孙家，你们可好好珍惜这次的机会，否则我会再把你送放进去。
林薇，你骗得我好苦，看着我们像傻瓜一样被你耍得团团转，你很得意吧？张强，要不是你坏事做尽，不管我什么身份，你也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林薇，你就是故意隐瞒身份来戏弄我们的。刘依依，到现在你还不反省，真是辜负了我爸的仁慈。刘依依，要不是林薇，我们还不知道要被你和张强欺怕多久，你们俩活该落得这个下场。你们干什么？两个蛀虫拖我们的血汗钱，还敢在这装柔弱装可怜，砸死你们这堆不要脸的东西！你们就是落井下石的小人！你们给我等着，我要你们好看！我们落井下石，你也不想想，以前你是怎么狗仗人势欺压我们的？砸你几个鸡蛋，算便宜你了。也就是董事长仁慈，愿意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要是我，直接让你把牢底坐穿。我们等着。但以前受的欺压，今天必须让你也尝尝滋味。对，必须让你尝尝我们这些年的滋味，不然楠姐心头之恨。林经理，这样不会出事吧？几个鸡蛋而已，不碍事。正好让全公司的人都看看欺压下属的下场是什么。你们这是霸凌！我要报警！对，你们也在霸凌我们！砸几个鸡蛋就是霸凌，那你们打我不就是犯法了？不如让警察来评评理，打人要负什么责任？张强刚从看守所出来，没那个胆子再报警，哼，不过是在虚张声势罢了。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打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要不要我帮你们打？林薇，你这是公报私仇，别以为你是林氏的千金小就可以为所欲为，传出去，我看林氏还怎么立足！你这么说，警察不来我还不放你们走了，我怎么也得让警察来证明我的清白。林薇，别报警，都是误会。刘依依，你说我如刀锋报私仇，是真的还是误会？蠢货！你想死别拉着我，李峰还没蹲够是吧？你凭什么打我？你还敢动他？我被人害得这么惨，你还敢打我？真当我是好欺负的？我也是被你逼的，才不得不跟你狼狈为奸。我早就受够了。你们俩可真是让我见识了什么叫反目成仇，真精彩。不过要打出去打，别脏了我的地方。对，是我们活该。这下你满意了吧？这叫咎由自取。林薇，我等着看你的下场。张强、刘依依，这是你们该付出的代价。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像回旋镖一样扎回到自己身上。大家收拾干净，工作。这个月我们部门的业绩增长了40%，创下近3年单月最高，大家辛苦了。但这不是终点，下个月的目标再增长10%，有没有信心？有。好，我们一起朝更高的目标努力。只有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团队协作力才能发挥到最大。干劲足了，业绩又怎么会不涨？而且这才只是开始，更大的成功还在后头呢。林小姐，你的专业能力没得说，这个方案我很满意。谢谢秦总认可，那这个合约我们就定下来吧。第一次接家项目的时候，我就看出林小姐不一般，没想到你竟然是林氏的千金，这招卧薪尝骨，在下佩服。秦总见笑了，有些事
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以后有林小姐坐镇销售部，我有信心，我们之间的合作能长久。谢谢秦总信任。林经理，按这个速度，下个月我们可不止再涨10%啊！那就往20%努力。我看行，老客户稳住了，新客户也得抓紧发展起来。曾总您好。林小姐，不好意思，路上堵车，来晚了。请。曾总，时间刚刚好，是我们提前到。曾总，请说。这一条不符合我们的指标。贵司的指标是多少？我们公司的指标要求，这个点儿必须在5%以上。曾总，当初跟张秘书谈的时候是这个数，现在突然提到5%，能问一下变故的原因吗？林经理，张秘书为工作失误已经离职了。这个项目公司重新评估后得出了这个数字。重新评估的人，该不会是刘依依吧？林薇，没想到你也会有落在我手里的一天啊！听你这意思，重新评估是你做的。所以林薇，这次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拿下这个合约。刘依依，你这是要公报私仇，故意阻碍这个项目。林薇，你这话可说错了，我只是站在我们公司的利益上做选择。如果我跟曾总说说你当年在林氏的那些光辉事迹，你觉得他会相信你是真为公司利益做的评估？林薇，当初我们签过协议的，我不会在外面抹黑林氏，你们也不能把我的事说出去。那个协议是用来约束你行为的，你要非破坏林氏的合作，我可以当你没签过。曾总要是知道你在林氏做过什么，别说你拦不住这个项目，连你现在这份工作都保不住。敢赌吗？林薇，你别欺人太甚！欺人太甚，这不都是你自找的吗？刘依依，我本来想放你一马，你要是非找死，我也不介意让你死得透透的。林薇，这次的评估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还有别的技术人员参与，跟我没关系。我没说谎，你想想，我能自毁前程吗？林薇，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你如愿，等着吧，你会后悔的。曾总，我静候您的回讯。林小姐，我会尽快给你答复。今晚林小姐的专业素养让我大开眼界，林氏集团能有你这么优秀的员工，真是让人好生羡慕。谢谢曾总认可。林经理，这次的事故是刘依依在背后搞鬼吧？是她。真可恶！放他一马，他还敢出来作妖，害我们白白让出1成的利润。曾总，您这边要求增加5个百分点，确实超出了我们利润分配的预期，但考虑到这是第一次合作，我愿意再让出1个百分点，以示诚意。
林小姐，你的诚意我看到了，我回去跟团队商量一下。静候曾总佳音。其实就算没有刘依依从中作梗，曾振明也会提出让利。那1个百分点，我从一开始就预留出来了，算不上吃亏。那您觉得曾总会跟我们签约吗？放眼整个市场，曾立民找不到比林氏更好的合作伙伴，再加上我有硅谷的工作经历，他一定会选择我们。可我觉得刘依依肯定不会善罢甘休，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上车吧。曾总，欢迎莅临林氏考察。林小姐，又见面了。曾总，里面请。林小姐先请。林氏集团黑心企业。林威阴险狡诈，仗着自己是集团千金，欺压员工，抢上司订单，把老员工挤出公司，还逼我们把发到手的工资都退回去。不只要回工资，还让员工背债，不答应就去坐牢。别闹了，大家快看，就是这个女人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真的假的？我做了3、4年财务，被他诬陷贪污，工作没了，名声也毁了，真过不下去了。真的假的？看着挺斯文的一个人，谁知道呢？现在的公司表面光鲜，背地里脏得很。林经理，这是怎么回事？曾总，有人故意抹黑我们公司，不信您可以问问刘秘书，他最清楚这里头的事。你认识这2个人？曾总，我认识他们。因为以前我们一起在林氏共事过。你以前也在林氏工作？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曾总，我有苦衷，我不敢说。依依不敢说，我替她说，她受制于人，我可不怕。依依在林氏干了2年，就因为得罪了林威，他仗着自己是林氏千金，给依依安了个霸凌的罪名，直接开除，还设局让依依背上侵吞同事报销款的锅，逼他赔钱。依依现在欠了一屁股债，这就是依依还款给林氏的账单，还有一份承诺书逼他签的，不许声张，否则就把他送进去，把牢底坐穿。这你知道吗？太欺负人了！当牛做马不算，还要吸牛马的血，比杨白老还狠啊！有钱有势就这么坑老百姓，公平在哪儿？举报！赶紧举报，让有关部门来查！举报黑心企业林氏集团坑害员工，有关部门快出来查！举报！严查！林威，这次看舆论不压死你，等你被网暴，客户跑光，林氏陷入危机，我看你还怎么得意。王成，刘依依给了你多少好处？你替她颠倒黑白。林威，我不仅为依依，我也为自己讨个公道。我跟依依关系不错，就受了连累。林威伪造证据，说我在上班时间干私活，把我开除了。我也是因为跟依依走得近，他就说我们勾结侵吞员工报销款，连我的工资都全部追回去了。这不止坑一个，原来是好几个。这黑心公司胆子也太大了，谁打举报电话？太黑了！最坏的就是那个林威，全
全是他一手策划的。这种女人就该曝光她。他们贪了我们的报销款，让他们吐出来有错吗？你们的报销款被上司吞了，你们不去要吗？别听他的，他们是一伙的。刘依依，你以为拉人来闹煽动舆论就能把我打垮？你今天越是闹得凶，待会儿摔的就越惨。陈小宁，你血口喷人！报销款，财务早就支付给你们了。你们是批了，但钱没到我们手里，全被你们吞了。上边的名字全是你们签的，根本没我们当事人签的。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是不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那就看证据。这是王成认罪的视频。张强，他为了抢蓝海科技的订单，逼我带你去陪酒。一旦你反抗，签约黄了，就让你用蓝海科技订单赔。就算如此，你也是帮凶。除此外，你还利用公司资源与工作时间处理私人业务，累计获利87000元。这一切都有银行转账记录和人证。晚上我要见个客户，张经理让我带你熟悉一下应酬的流程。假的，是伪造的。可以请有关部门来验证证据的真伪。孙家财务主管利用职务之便与张强、刘依依勾结，长期侵占员工报销款、虚报费用，个人非法获利40余万元。这是系统日志、篡改的发票和银行流水，40多万。你血口喷人，那是你自己做的假账。是不是假账？警察会给一个证明。刘依依，销售助理，霸凌员工，盗卖公司客户信息，配合张强侵占同事持区域费，证据链完整，已经过公证处存证。不是这样的！污蔑，这是职场陷害。你们凭什么质疑指证公证处存证的证据是假的？是大过法律吗？刘依依和孙家侵吞我们报销款，公司出面让他们吐出来，公司收回后立即就把这笔报销款发还给我们了，直到上个月才拿回来。我们几年的报销款才全部到账。看，这笔款有到账备注。这是我报销款到账的时间和备注。还有我的，这是我的。明明是他们黑心吞了我们的报销款，如果不是林薇以普通员工入职，还没法拿到他们的罪证。刘依依和张强勾结，克扣我的教育费3年，每次去问就骂我不懂规矩。我也是，我和李妮的报销款全被他们吞了。我们也是。林薇来了之后帮我们追了回来，她不是坏人，她是维序公司的执法人。林薇刚进公司时，刘依依每天往林薇工位上泼脏水，扇她耳光，还联合全部门孤立她。其实以前被孤立的人是我，后来林薇来了，林薇替代了我，我们都可以作证，这是真的。什么？原来是这样！这几个闹事的才是蛀虫啊！差点被他们骗了，太可恶了！霸凌同事、吞钱，还反咬一口，真不要脸！就是他们的行为是犯法的，但公司仁慈，只让他们把贪的钱都还回来，不起诉他们。可谁知他们反咬一口，真是坏到骨子里了。没错，确实坏到骨子里了。对，就是。刘依依，你被解雇了，从今天起，你不再是我的秘书。曾总，您听我解释，他们都是被林薇收买的，事实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你蠢，不代表别人跟你一样蠢。公证处的证据就是铁证，谁都做不得假。我们接到报案，
刘依依、王成、孙家三人涉嫌在公共场所寻衅滋事、诽谤他人，请跟我们走一趟。林威，我从头到尾都没说过一句损毁林氏的话，刚才全是王成在说。我遵照了协议的，你不能告我。王成不是你叫来的吗？当然不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王成，那这件事你背全责了。刘依依，明明是你叫我来的，还有刚才那些话也是你编排好给我的，现在想把责任推到我头上，门儿都没有。王成，你少在这攀咬我，是你说要帮我出气，我还劝过你，你非不听，现在搞出事来想拉我下水，你究竟是什么居心？这贱人，你害我！冷静点儿。你恼羞成怒的样子，真是太可怕了。王成，你说刘依依叫你来的，你有证据吗？电话是他打来的，我当时又没录音，他还让我叫上孙佳。既然打了电话，那就有通话记录，你把通话记录调出来。王成，明明是你打电话找我，让我也指控林威，现在你反咬我一口，就因为我没答应你的追求，因爱生恨，要毁了我吗？我没说谎，是你打电话给我的。要是打个电话到移动公司查一下，谁在说谎，一清二楚。对，移动公司可以查。林威，别查了，我发誓以后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了，你放过我这一次吧。你怕了，所以你承认是你叫王成过来的。没，刘依依，上次我签了谅解书，让你不用坐牢。可如果这次是你谋划的，你让我怎么放过你？让你以后再设计重伤我一次？不是，我真的没有，我刚才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你一句不好的话。电话是你打给王成的，你在撒谎。刘依依，这一次我不会再心软，你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林威，你这个贱人，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幸好没被这个恶毒的女人蒙骗。可不是，明明是他坏，还想把脏水泼别人身上，太有心机了。曾总，里面请，让您见笑了。哈哈哈哈！林经理，今天我算是见识了什么叫邪不压正。走，签合同去。刘依依，是你要自找死路，怪不得是。以后好好享受牢里的滋味吧。告诉大家个喜事，这个月我们的业绩又增长了20%，连续2个月创新高。林经理，自从刘一那帮人在门口闹了一出后，上门求合作的新客户多了起来，我已接待了7、8位，这算不算他给我们的赔偿利息？可不是，网上视频传出去，大家都说林氏是最具有火眼金睛企业，口碑蹭蹭往上涨。要我说，这也算是刘依依霸凌咱们这么久给的赔偿金了。那他这赔偿金还挺大方，业绩涨了20%呢。就是，下个月也要继续，咱们年终奖就翻倍了。业绩靠的是我们的专业，所以保持这个水平就能一直往上涨。今晚我请客，就去全市最有名的海鲜餐厅犒劳大家。林经理大气，我要点那只2斤重的龙虾，可以点帝王蟹吗？点，想吃什么就点什么。7点，餐厅见。爸，我把改革方案弄出来了，你看看。薇薇，
这个方案不错是不错，扁平化管理、分员工股份、透明化考核，这确实能调动员工作的积极性。但是这会动到几位老股东的蛋糕。他们习惯了按资排辈，突然要分权分利，恐怕不会轻易点头。爸，只要你同意这个方案，我有法让股东们点头。微微，我的一切以后都是你继承，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爸，有你这句话，我有底气了。明天董事会趁这个机会，可以试探他们的反应。行，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参加。各位，这次的会议主要说一下关于张强贪腐的事情。张强的事是管理者的疏忽，以后加强这方面的监督。我认为公司要设个监管部，定期审查各部门的腐败问题。我同意林董的建议，监管部很有必要设立。监管不力，归根点底就是管理出了问题。所以设立监管部门很有必要。只是靠监管部门起不了什么作用。要想从根本上杜绝这事再次发生，必须改革。权力过于集中，监督机制形同虚线，基层员工申诉无门。如果不改变管理模式，今天走了一个张强，明天还会来一个李强。关于改革，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还不至于走到改革层面。我们设立监管部门，定期向董事会汇报，再搞一个举报邮箱，鼓励员工匿名投诉，杜绝霸凌和贪腐。对，把漏洞堵上就行，没必要大动干戈，搞得更混乱。我同意。现有的管理层架构运行了10几年，总体是稳定的。各位叔叔伯伯，我觉得改革势在必行。我有一个方案，大家可以听听。第一，扁平化管理，取消部门独立王国，所有业务线直接向董事会汇报。第二，推行员工持股计划。第三，全流程透明化考核，从业绩到包销，人人可查。员工持股，这是要瓜分我们的股份啊！林威，你才来公司几年？林董，你要把手上的股份贡献出去，我们不阻拦，但是谁也别想动我的股份。林威，分员工股份怎么个分法？林董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既是所有股东按持股比例各自拿出一部分股权作为激励池，余下的自然还在各位手中。所以我们的手中还是有股权的，只是股权会比以往少点。没错，我们还有股权，虽然股权少了些，但每年分红不会比以往年拿的少。大话谁不会说？总之，想分我股权不行。股权都少了，分红又怎么可能拿多？这话也就骗骗小孩。员工手上有股权了，干劲更大，公司的营业额就上涨，利润自然大，分红自然也高，这是正向循环。你这是在画饼，我们可不上你的当。杨伯伯，这几年你拿过分红吗？我相信这几年大家都没有拿过分红了吧？因为全被张强等人贪了，又因为大环境影响，营业额更是少得可怜，
设立监管部门，弄个举报邮箱，听起来不错。但谁来保证监管部门不被收买？举报邮箱会不会成为摆设？我提出的3点，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是我在硅谷操盘过的成功案例。只要给我半年，我能让公司业绩再翻一番。到时候，诸位拿到的分红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股权比例低了，但蛋糕大了，这笔账各位不会算不明白吧？大家请看大屏幕。这是销售部过去2个月的业绩走势，连续增长，是近5年的新高。这就是我用硅谷那套方法打出来的战绩。这2个月，我定了一个奖励机制，业绩达到哪个点，提成就相应增加，效果很明显，大家的积极性全被调动起来。人工作图什么？赚钱啊！有赚钱的路子，谁不拼命？股份就是那条路子。有了股份，谁还搞歪门邪道？他们只会想尽办法为公司创造利益，因为分红拿的更多，赚的也更多。这么听下来，是挺有道理的。办法是不错，但我们的股份也少了呀。你才干了2个月，谁能保证下个月、下下个月还能涨？杨董，半年。如果半年内但凡有1个月的业绩跌了，这个方案就作废，行不行？杨伯伯，你这是怕了。林威，激将法对我没用。杨董，我就想不明白，你宁愿握着你手里那点死股份，也不愿搏一把。你是想把大家都拖垮吗？你别在这儿挑拨离间，我是在维护大家的利益。几年都没有拿到过分红了，还有什么利益可维护？改革，让你们手中的股份活起来，赚取更大的分红，难道不好吗？公司再不做出改变，支撑不了多久。与其坐着等死，不如搏一把。同意林威提议的，请举手。我同意，我同意。行吧，我同意。这群墙头草，4比3，少数服从多数。林威的方案可以试，但有个条件：半年内业绩不能跌，否则改革方案作废。等一下，得定个具体目标，达不到那个数，方案就算失效。杨董说个数。杨董要定的点是多少？半年内，每个月的业绩必须在这个月的基础上再涨30%。杨董，你这不是为难人吗？在这种大环境，涨20%都顶天了。对，20%比较合理。他不是说员工持股能激发干劲儿吗？目标太低，怎么验证这套方案管不管用？我认同杨董的。行，就按杨伯伯说的，半年内每个月业绩都比这个月高30%。杨伯伯，那我们就签一下对赌协议。你去拟协议，林威，你绝对不可能做到涨30%，我等着看你的方案作废的那一天。薇薇，你怎么能答应上涨30%？且不说林氏的体量达不到，就算体量大的公司也不可做到的。爸，你别着急，我敢答应，自然是有应对的办法。
你喝口茶，听我讲讲我的办法。你有什么办法？爸，我打算发展新业务，只有在旧的业务和新的业务并行下，才能将公司业绩再翻一番。新业务？我们公司还能开展什么新业务？城市治理与政务。我们现在主要对接的业务是工业科技圈的，但民生社会服务这一块比这个科技圈需求更大、更稳。但我们一直没有走过这条道，一开始会很难。我在离开硅谷前就有接触过这一块，有人脉，他们看中了我手中的技术，只要公司开展这一块，你不用担心开展不下去。哈哈哈哈，微微，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门路，那再好不过了。所以我打算招兵买马，组建新团队，现有的员工归为销售一组，新团队归为二组，专攻政务行业。你按流程走，我批。爸，有你这句话，我就能放开手脚干了。现在我回去走流程筹划。大家停一下，我有重要的事宣布。刚刚结束的股东大会上，公司通过了员工持股对股协议。接下来半年，只要我们的销售额每个月都比这个月增长30%，半年后，在座每一位都能拿到公司股份。股份，我们也能有股份，那我们不也是股东了？对，以后你们不再是员工，而是公司的股东。只要公司利润好，每年年底都能拿分红。是在做梦吧？痛吗？痛，所以是真的，太好了！那我们可要卯足劲儿冲业绩，为了股份拼了！对，拼了！为了不再是打工人，我们拼也得要30%。我知道大家有信心，但以我们销售部门现在的体量，完成30%是有危险的，所以我打算组建销售部2组，你们是1组，2组共同努力，朝30%冲。林经理，你的决定我们都支持，你放心，不管有没有新人进来，我们都会努力拼搏。对，我们支持林经理任何决定。小文，把这份协议复印一份，贴在白板上。每天更新业绩进度，让大家看着目标往上冲。好，我这就去。王总，您好，我是林氏的李妮，方案您考虑的怎么样了？我一定能够把林氏救活。我们2组的第一个订单来了，红星社区的政务系统升级。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升级的架构方案。林经理，这套架构我之前在大厂见过，但适配到社区层面需要做改变。政府的社区系统升级，核心到点有3个：数据古岛、响应慢、居民体验差。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把这套一屏统管平台搭建起来。数据接口调通了，但居民端的 App 还有2个 bug。喝点。林经理说了，今晚必须把前端框架搭起来。大家加把劲儿，这是咱们入职后的第一个项目，不能掉链子。做出来了！真的出来了！我们终于做出来了！不错，这套模型很完美，我们可以给社区的人先看看。哎呀，林总、梁工，你们来了，这么快就出 demo 了？王主任，
您看这个一键报修功能，居民拍照上传，系统自动派单到物业，还有这个议事大厅，线上投票，省去跑腿。好，比我想的还要好。什么时候能上线？3天后，我们已经在做最后测试。小林啊，你们真是又快又专业。正巧隔壁社区也需要升级，我把你的联系方式推给那边的主任。谢谢王主任。告诉大家个好消息，上个月业绩比上上个月增长35%，超额完成30%的目标。林经理，我们做到了！这是我入职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一个月。上个月的成绩是大家一起拼出来的，一组稳住了基本盘，2组拿下了2个社区的项目，所以这个月我们也还要继续保持着。这个月只要继续保持30%，我们朝胜利更进一步。第1个月赢了，但这只是开始。林威，你这不合规，新开展的业务怎么可以算在业绩里？杨伯伯，协议上清楚写着销售部的业绩，新业务也销售部打出来的业绩，你说不算，是不是太没有契约精神了？林威竟然钻文字的空子，想出新业务来填那30%，还有1个月。从第5个月的业绩只达30%来看，第6个月他不可能完成。对，我一定不会让他完成的。杨志明，我觉得不管新业务还是老业务，只要能提高公司营业额，都算业务。大家觉得呢？我认同这个说法，起码提高了营业额，利润自然也相应高了。按协议上的内容，确实该算进去。林威，还有1个月，我很期待，最后1个月你还能不能维持30%？谢杨伯伯提醒，我一定努力，不让你失望。杨董找我有何贵干？坐。我这儿有份活，你干不干？什么活？林威要改革，在股东大会上搞了个对赌协议，半年内业绩每月增长30%，就给全员分股份。他现在业绩达标了5个月，最后1个月，我要你让他达不成。事成后，你来我名下一家贸易公司当销售总监。杨董，你太看得起我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拿什么去跟他抗衡？你在销售部这么长时间，除了刘依依这些人手外，肯定留有人手，是时候拿出来用了。杨董，我确实还有人手，只是你给的条件不够。说出你的条件。你公司的销售总监，我就不去了，我只要1000万。我只给50万。50万？你打发叫花子啊？我是看你被林威气到如此，才想给你一个报仇的机会，但你胃口太大，小心什么也捞不着。行，我干。这是10万定金，事成后我再付你40万。杨董放心，我一定给您办妥。这个月是最后1个月了，一旦他这个月的业绩达成30%，林氏就是他的天下了。所以你必须一次击中，我一定毁了他的计划。林威，
我终于找到机会毁掉你的一切了，等着吧，我要让你付出代价。李妮，郑恺集团的项目方案需要修改，你和汪平及小维3人按我的思路修改，今天必须完成。好的，我们马上修改。郑恺集团项目的方案对方通过了，现在就等着签约了。只要这个项目成功了，这个月的业绩就轻松拿捏了。林经理，我们终于拿下这个项目！老天爷，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么大的项目了，总算搞定了，也不枉我这几天没睡好觉。林经理放心，签约定了什么时间呢？3天后，在正康集团1楼举行签约仪式，届时会有记者在场报道。我还是第一次体验这种大型的签约仪式啊，感觉一定很棒吧？有记者的话，那表示是能上电视了，好像做梦一样。以后能让你做梦的项目会更多，慢慢习惯。行了，大家下班吧，早点回去休息，这几天都辛苦了。下面有请郑恺集团黄总与林氏企业的林威经理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不能签，不能签！先生，这里是签约现场，请您出去。林威，这份合同不能签！张强，你已不是林氏的员工，不要在这指手画脚。林威，我没有恶意，真是好心提醒你，千万别签约，否则你会赔得精光。签不签约，不需要一个被开除的人来操心了，请离开。等等。杨董，不能让林威签约。为什么不能签？林氏的系统有个大漏洞，容不下郑恺这么大体量的数据。一旦数据达到极限，整个系统会崩盘，到时候违约赔款，林氏就完了。林经理，这是怎么回事？黄总，这件事我会处理，请给我几分钟。张强，谁让你来破坏签约发布会的？没人指使，我就是听说了林氏跟郑恺要合作，好心来提醒你们。好心？你在公司除了贪钱，我还没见过你的好心。不管你想干什么，都别浪费心机。我知道你不信，但我在林氏待了5年，对公司的系统了如指掌。现在的服务器承载上限只有现有数据的5倍，郑恺的项目数据量是现在的20倍，系统根本扛不住，一旦崩盘，你们就得赔违约金。张强，信不信我告你诽谤？你承受得起吗？杨董，我说的是真的，不信您可以让人去查。林威，为了公司安全，我觉得还是查一下。林经理，你还是先核实清楚，不然这合同我没法签。既然杨董要查，那就查呗。
小李，你查一下系统的承载上限是多少？开视频，让大家看清楚过程和结果。明白。不可能，绝对是哪里搞错了，明明是5倍，怎么可能是50倍？林威提前做了准备，他连这一步都算到了，真是厉害。张强，你睁大狗眼看清楚，50倍！你贪了公司那么多钱，公司只是开除你，没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你不知悔改，还跑来诽谤公司，破坏签约。你这种人就应该关进大牢，放过你，太便宜你了。原来是贪污被开除的员工，心有不甘来报复啊！这种恩将仇报的，确实不能轻易放过。不可能！我记得清清楚楚，就是5倍。当初是我找人升级的系统，我不可能记错。那是因为我重新升级了系统。你升级了？公司要改革，系统升级是第一件事。不过你这个草包，自然想不到。什么时候的事儿？林经理，张强向我打听销售部的动向。好，我知道了，没事儿，你如实告诉他。万一他使坏，破坏了我们的业绩，那可怎么办？你放心，我有办法。你只管告诉他，当然跟他要价，不然不真实。3天前，这件事只有我和技术总监知道，就是为了防止有人从中作梗。张强，你故意扰乱签约，还恶意诽谤林氏，我已经报警了。林威，我没诽谤，我就是好心提醒你，也是为了林氏好。这些话你留着跟警察说吧。黄总，你千万别跟他签约，他蛇蝎心肠，诡计多端，设计让我背债，还让我找不到工作。你要是跟他签约，迟早被他算计。既然你提到这些过往，那就一起清算清楚。谁是张强？那就是张强。杨董，救我！难不成你是杨董叫来的？张强，你好好配合调查，别乱盘咬人。杨志明，你的账，我董事会才跟你算。林威，你等着，我不会善罢甘休的！黄总，抱歉，公司遗留的问题影响今天签约气氛，现在解决了，签约继续。林经理不仅胆识过人，专业能力也无可挑剔，能跟你合作，我们很放心。签约继续。还是让林威赢了对赌，真是该死！各位股东，6个月的对赌协议已经到期，这是销售部每个月的业绩数据，全部达标。6个数据全部超过30%的目标。按照对赌协议，公司管理层改革方案正式生效，员工持股计划、透明化考核、扁平化管理，即日起全面推行。各位，林威做到了他承诺的。现在我提议，改革方案正式通过。目标达成，我们自然也是没有话说的。相信林威能带领公司发展，
年底我们就等着分红。是啊，我们就坐等年底分红哈。各位董事请放心，我会尽全力让林氏重新壮大发展，让大家都有钱赚。杨董，这认了。改革的事说完了，现在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请董事会裁决。这是张强的供词，他说去郑恺签约现场闹事，是受杨志明指使。污蔑！供词上写的清清楚楚，张强交代你约他在茶馆见面，给他10万定金，承诺事成后再给40万，条件是他破坏郑恺的签约，让我的对赌协议失败。哪来的监控？茶馆的监控，警察调取的。老杨，你糊涂啊！张强被抓后，为了减刑，全交代了。杨志明身为公司董事，为了一己私利，勾结被开除的员工，恶意破坏公司重大项目，意图毁掉改革进程。这种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公司利益，违反了董事的忠实义务。我要求杨志明立即退出董事会，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同意。同意。同意。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为公司打拼了12年。老杨，我们给你留最后一点体面，自己退出吧。好，我退出。但我的股份谁要买就买走，我不会同意拿去分给员工的。行，我买。我会让助理跟你对接。我终于把林氏翻活了。